大耳频道英集，那春节了啊，就不想发太暴力的内容啊，就突然想起了这一条就被我搁置了很久的早期作品。那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这个故事，但是今天呢，我作为一个不太严谨的作者，还是要澄清一下。其实这个事儿啊，是某法制频道的一个节目啊，为了达到普法的效果啊，虚构出来的一则法律小故事，增加了很多趣味性，那传播的效果也不错。而如果让专业的人士来看呢，这里就有很多地方都有待商榷。而且这个内容啊，也是我就刚刚入行的时候剪辑的，那可以说剪辑风格全是感情啊，毫无技术可言。虽然现在也很烂了哈，这个解说配音也很机械、很生涩啊，但每次回味一下都感觉挺有意思啊，我就不重新录制了啊。说了这么多啊，其实我就是要水，不是。希望这2年前我的声音呢，能在这个春节给你带来一些快乐，以及对自身安全的重视啊。就把时间拉回到2008年。2008年，龙山县派出所接到报案，报案者是一个妇女带着17岁的女儿刘慧。民警对这2人进行了认真的接待。报案人刘慧说自己遇到了人贩子，险些遭到了拐卖，这马上引起了接待民警的重视，于是让刘慧详细的讲述整个过程。刘慧就声泪俱下地把事件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民警。说完之后，民警感到非常震惊，随后马上把报案人刘慧在现场就进行了逮捕。那说到这里啊，那肯定会感到疑惑，为什么警方把报案人给抓起来了啊？原来在这个拐卖的案件中上演了一出经典的反杀桥段，也就是说，被拐卖的少女啊，把正在拐卖她的人贩子拐卖给了另一个人贩子，所以才有了以上的画面。但是这个17岁的少女是如何在受到违法侵害的时候实现逆转？我们就正式进入这个案件，从头开始详细了解一下。小女孩刘慧未满18周岁，刚刚高中毕业，抽出时间到市里玩了几天，打算在案发这天上午坐火车回家，但是钱包不小心被偷走了，直到要买票的时候才发现。女孩一时着急，站在售票处就喊：“我的钱包丢了，谁把我的钱包偷走了？”喊到最后发现也没有什么作用，心里又生气又委屈，蹲在地上就哭了起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位30多岁的女子走到她身边，对她说：“小妹妹，别哭了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”刘慧看了一眼这位大姐，穿着很体面，人看着也很面善。刘慧就说自己家在龙山，钱都丢了，没钱买车票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这大姐顿时就很诧异地说：“这不巧了吗？这不是咱们是老乡啊，我也是龙山人。这样吧，我也正要回老家，车票我就给你买了，咱们一起走。”刘慧顿时感觉很幸运，竟然在这个时候碰见了老乡，连忙说：“太谢谢你了，大姐，你可真是个好人啊！我回家以后一定把钱还给你。”就这样，2人在非常温馨的气氛下把车票给买了。在火车上，刘慧发现这位大姐很善言谈，说话又好听。在聊天中得知2人同姓刘，大姐叫刘梅，这更让她对大姐产生了好感，更不用谈什么防备了，把自己的一切情况也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大姐，说今年自己17岁，高中毕业以后没有什么事做，才有时间到城里玩几天，顺便看看能不能找个工作赚点钱，因为明天自己就过生日了，打算今天回家也给父母买了点东西。没成想这么倒霉，把钱包给丢了。刘梅说：“那又巧了，我在市里和老公一起开的公司，现在也需要人。你要是想在市里上班，我可以给你安排啊。”这让刘慧更加高兴不已。2人聊着聊着就到了龙山县，一起下了火车。但刘慧想回到自己家所在的镇子，还需要再坐1个小时的汽车才行。目前身无分文的她，自然还需要刘梅的帮助。此时刘梅说自己的舅舅家就在这个县里，自己要去舅舅家办点事儿，希望刘慧能陪自己去一趟。办完这事儿了，再给刘慧买汽车票送她回家。刘慧本来是很不情愿的但回过头一想，这大姐帮我买车票，还要安排我工作的事儿，那陪她去趟舅舅家这也问题不大。无非就是耽误点回家的时间，就同意跟着刘梅去了。又经过半小时的路程，到了以后，刘梅舅舅和舅妈就把他们接进屋里，几个人聊着聊着，舅妈就出门了。没过多久回来了，但是带回来一个浑身脏兮兮又邋遢的老男人，一起坐着聊了起来。刘慧觉得很奇怪，因为她发现那人一进屋开始就全身上下的盯着自己看，看得自己浑身不自在。没过多久，刘梅就对刘慧说：“妹子，我跟舅舅这几个大人，我们谈点事儿，你先到那屋去休息一下。”然后就把她带到另一个房间里，让她在床上休息。刘慧自己在房间里静下心来，越来越感觉不对劲，脑海里都是那人盯着自己的画面。回想了一下，自己是稀里糊涂的就跟着来到了这个地方，
又想起曾在电视和新闻上看到拐卖妇女儿童的新闻，心想坏了，该不会是遇到人贩子了吧？于是他尝试着推一下屋门，竟发现屋门被人从外面给锁上了。这下他终于确定自己已经身处危险，心想这可怎么办啊？他看到房间的一个小侧门连着储藏室，储藏室上有一个小窗户，于是搬凳子站在上面，发现从这个小窗户正好能看到那几个人。他看见老男人和刘梅正在说话，但听不太清，可隐隐约约的能听到他们在说一些数字，应该是在讨价还价，你来我往之间，双方最终以4000元的价格达成统一。还听到刘梅说：“这真是便宜你了，你看水灵灵的多好啊，才4000块钱。”最后还说：“这大白天啊，路上人多，不好直接带走，等天黑以后，我再把他给你送过去。”老男人表示同意，转身就走了。刘慧见状惊恐万分，但还是赶紧回到屋里躺下，同时研究应对之策。最后决定看刘梅是什么安排，再随机应变。没过多久，刘梅就进来了，说自己有个朋友也是在这个县城里面开公司的，想带刘慧到他那里去一趟。可以的话，以后就安排在这里上班，那离家更近了，岂不是更好？刘慧心知肚明，这肯定是假的，真实目的就是把自己送到那个老男人的住处。想到这里，他灵机一动，将计就计，于是和刘梅说：“大姐，要真是这样的话，那太好了。不过我这还有一个小请求，其实我还有3个闺蜜，也都是刚毕业，关系特别好，还想求你帮我这最后一次忙。我想把她们3个都一起带上，以后我们赚钱了，一定好好报答你。”刘梅身为一个人贩子，对于钱的渴望让她冲昏了头脑，心想今天真的是走大运了，已经成交了1单，现在又能多赚3个人的钱。于是表面上看上去很为难，但还是同意了刘慧的请求。刘慧一看她同意了，便顺水推舟说：“那咱们一起回我老家，把他们3个都带上，再一起回来商量工作的事。”这刘梅一心只想着赚钱没有任何的怀疑。两人吃过饭之后，就一起坐车去了他家所在的镇上。大概下午4点左右到达了刘慧的老家。刘梅住进了一家旅馆，让刘慧去找她的朋友，打算第2天一早就折返回县城里。这刘慧出门以后撒腿就跑心想可算是自由了。现在要做的是马上去派出所报案，将人贩子绳之以法。可是走到一半，突然想起来这件事从头到尾自己没有任何的证据要是刘梅死不承认，警察也没有办法。但是就这样把他放走也不甘心，不行，必须要报复一下人贩子，让他尝尝苦头，受到惩罚，免得他以后再去害别人。就在这时，他看见路边有一个男人拢了一堆柴禾，正在烧火。仔细一看，这人认识这就是他们镇上有名好吃懒做还总违法乱纪的老光棍，因为眼部有残疾，外号叫独眼龙。看到这人以后，刘慧心生一计，就走过去和这个独眼龙搭话尬聊。大叔看你挺悠闲的，你家孩子一定挺孝顺吧？独眼龙说：“我哪有孩子我老婆还没有呢，我现在这状况谁能跟我过日子刘慧一听，顺势就说：“大叔你要老婆不要？只要你开金口，我就能给你送来一个。”独眼龙说：“那你就送来呗。”好，君子一言我认识一个30多岁的女人，长得很漂亮，你愿意就介绍给你认识。独眼龙听后甚是高兴，说：“那太好了，那这事儿要是成了，你得要多少钱那我确实不能白忙活，你就给我个500-600块钱当做介绍费吧。但话说前头，他要是看到你不愿意跟你，那你就自己想办法。”独眼龙说：“你尽管把他领到我这来，剩下的就不用你管了，咱们一手交人，一手交钱。”刘慧立马回到招待所，见到刘梅，和她说：“大姐，我跟同学说好了，他们都可高兴了，很愿意跟我一起去。但是有一个问题是，他们的父母知道这事儿不太放心，觉得是我要把这3个闺蜜带走，非得您这大人出面去和他们说一说才行。您就去跟他们讲一讲吧。”刘梅这人确实是很傻，生怕马上煮熟的鸭子飞走了，迷迷糊糊的就被刘慧带出旅馆，走到了独眼龙那里。刘慧说：“大叔来客人了，招待一下吧。”独眼龙出来把他们让进屋里。刘慧对刘梅说：“大姐，你先坐在这里休息一下，我这就把同学和他们的父母全都找来。”独眼龙顺势跟着出来，给了他500元钱。回到家后，刘慧见到父母就开始哭起来，把自己今天的遭遇讲给父母听。父母对刘慧说：“咱们可别让这个人贩子给跑了，马上去派出所报案。”就出现了开头我们说的那一幕。因为刘慧把刘梅诱骗到独眼龙家里，并收了500块钱，从受害者变成了害人者。刘慧没想到自己的这种报复举动也构成了拐卖妇女儿童罪。这时候天已经黑了，事不宜迟，警察马上带着刘慧找到独眼龙家，可是发现只有独眼龙自己在家里，刘梅并不在了。原来这个独眼龙也是一个人贩子，是个2道贩子。他交代把刘梅买来，并将其强暴之后，马上就转手卖给了相识的另一个光棍李大拐。警察抓捕了独眼龙之后，又马上找到李大拐的住处，
这才成功解救出被囚禁的人贩子刘梅。这所有的事情都水落石出。这个刘梅原名不叫刘梅，叫吴梅，和她所谓的舅舅舅妈是一个专门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团伙，涉及的案件已经有5、6起了。检察院对这系列犯人提出公诉。吴梅是主犯，被判无期徒刑；舅舅舅妈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被判10年有期徒刑；独眼龙以强奸罪、拐卖妇女儿童罪2罪并罚，被判18年有期徒刑；李大拐收买被拐妇女被判2年；刘慧因为拐卖妇女罪也被判了3年，但之后提起了上诉。开庭时，律师列出3条：一是刘慧犯罪时不满18周岁，犯罪的第2天才是他18岁生日，应该以教育为主，惩罚为辅；二是他主观恶意性不大，只是为了报复而不是牟利；三是有重大立功表现，帮助公安抓住4个人贩子。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，决定对刘慧批评教育，不再判刑。那今天这一起拐卖妇女反被卖的案件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很荣幸我们互相陪伴又度过了这样一个春节，也很感谢你的支持。我还是会继续坚持下去，做一个在你身边给你讲故事的好朋友啊！大吉，祝你虎年大吉！无论你在哪里，愿你一切顺利。那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，到最后不要跌太水，谢谢你了，拜拜。